迎接最后一次挑战。恭喜6位来到最终挑战环节，现在你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盒子，请你们先打开。我们6人相互对视一眼，似乎都有点好奇，怀着忐忑与不安，我第一个打开了盒子。这是什么？奖励吗？在听到我的惊讶声音后，其余几人也纷纷打开了盒子，发现里面装的都是一个带有小人图案的糖饼和一根绣花针。一时间，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一个大大的问号。这时考官笑着解释道，要想成为真正的总经理，必须要具备足够的个人能力，而这一轮的考验也很简单，你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糖饼和一根绣花针，只要你们用绣花针把糖饼上的图案雕刻下来，你们就可以升到 K12职级。在此期间，你们不允许交流，如果糖饼一旦出现裂痕或破碎，则是为挑战失败，被当场抹除。好了，你们有5分钟的时间，现在我宣布考验正式开始。不给我们多余思考的时间，一旁的计时器便开启了倒计时。所有人都拿起绣花针，不断地在糖饼上摩擦着。我本能地偷偷看向一旁的小美和青青，希望可以得到他们的眼神回应。但奈何这次规则考验的是个人能力，他们2人都在认真地雕刻手中的糖饼，根本没时间和我眉来眼去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手中的糖饼上。突然，一旁的女生大叫起来：“二大，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”她似乎习惯性地向曾经的队友求助，然而迎接她的却是考官的怒骂：“3号违规求助队友，抹除。”下一秒，女生便在挣扎中原地消失了。看到这个场景，大家的神经变得更加紧张了。另一个男生因为手抖，不小心弄碎了糖饼，接着也被考官无情地抹除了。这一关真的是超级难，普通人简直无法完成。眼看只剩下1分半，我被吓得瞬间汗流浃背，手心里也在不停地冒汗。而隔壁小组仅剩的一个女孩举着雕刻下来的小人让考官检验。考官左看右看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小人雕刻的不完整，缺少了一个角，你这是在投机取巧，失败。”听完，女孩瞬间脸色大变，还没等她解释，就被再次抹除得干干净净。时间只剩下59秒了，我手中的糖饼还纹丝未动。经过慎重的考虑，我决定躺平放弃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却发现手中的糖饼居然被汗水融化了，并且变薄了很多。我灵机一动，看来老天还不想让我玩完，只要将糖饼软化变薄，雕刻下小人的成功率将大大增加。于是我便伸出舌头开始舔舐糖饼。本来也打算放弃的青青和小美，在看到我的举动之后，瞬间反应过来，也有模有样的舔了起来。在糖饼软化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用针轻轻一挑，小人很快便脱落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在时间仅剩5秒的时候，我们3人全部成功完成了挑战。恭喜3位完成了最后的挑战，现在你们自由了。突然一道亮光袭来，等我们再次睁开眼，已经在公司大楼外面了。一旁的护士告诉我们，我们所在的公司大厦昨天发生火灾，里面的所有员工全部葬身火海，而活下来的仅有我们3人。